为期3天的北约峰会，当地时间9号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日、韩、澳、新4国连续第3年受邀参加，并计划在此期间加强与北约在情报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此次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加强北约与全球，特别是所谓印太地区伙伴的密切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中国等力量的所谓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天回应称，坚决反对北约拿中国当借口东进亚太，搅动地区局势。当地时间7月9号至11号，美国在华盛顿主办2024年北约峰会，纪念该组织成立75周年。据美方介绍，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将接待38位代表团团长，其中包括北约盟国以及乌克兰、日本、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北约合作伙伴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一场北约国家的年度聚会，中国却成为高频词。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此次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加强北约与全球，特别是印太地区伙伴的密切合作，将同日、韩、澳、新等国家合作，共同抵抗来自中国等力量的所谓威胁。外界注意到，自1949年成立以来，北约在战略概念文件中基本从未提及中国。但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北约从2年前的马德里峰会开始，在战略构想中把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并加大了布局亚太的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应称，北约作为冷战的遗存和全球最大的军事集团，一边声称自己是区域性防御性组织，一边不断越界扩权，挑动对抗。北约所谓的安全是以牺牲别人安全为代价的，其所作所为给全球和地区带来了极高的安全风险。中方坚决反对北约对中国的抹黑攻击和甩锅推责，反对北约拿中国当借口，东进亚太，搅动地区局势。我们敦促北约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贩卖安全焦虑，停止四处树立假想敌，停止打着共同防御的旗号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外界注意到，今年已经是北约连续第3年邀请日、韩、澳、新等亚太4国参加峰会，谋求亚太化的心思昭然若揭。作为东道主的美国，在会前的吹风会上，轻描淡写地将这一企图归结为北约与印太伙伴有很多共同利益。NATO is not expanding into the Indo-Pacific. There is no accession process, and all of NATO's defense and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are located in the Euro-Atlantic area on the territory of NATO allies.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shouldn't be talking. In fact, just the opposite. We should be cooperating, talking as much as we can. NATO and our Indo-Pacific partners have a lot of common interests. 北约过去呢，它其实是一个区域性的军事安全组织，对吧？它原来它的安全防御范围仅限于欧洲，结果在今天这样一个冲突纷争不断的情况下，哈，北约呢开始它的野心不仅局限在欧洲，而是想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安全组织，所以它才会把伊朗啊、朝鲜啊、中国啊都作为它的安全威胁。所谓的北约入亚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呢是异想天开，这种意图呢，只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只会导致安全困境，然后军备竞赛的上升，它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然而，面对北约的积极拉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却选择了缺席。据澳媒透露，在未能确认是否能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前举行双边会晤后，阿尔巴尼斯本月初便已决定不赴美参加此次峰会，而是改派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率领的代表团出席。报道援引澳反对党领袖达顿的话称，阿尔巴尼斯做此决定或许是因为正在考虑提前举行选举等国内政治因素。澳总理办公室也建议他不要前往美国，以避免引起争议。澳前外长鲍勃卡尔7号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他支持阿尔巴尼斯不出席峰会的决定，并直言澳大利亚的安全问题最好不要和北约掺和在一起。We've got to, as allies in America, we've got to make it clear to America that America does not have to be paranoid and see every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s a threat to its primacy. 鲍勃·卡尔强调，澳大利亚是亚太国家，本国的经济和安全未来就根植于该地区。而在打造一个遏制中国的工具方面，澳大利亚没有任何想法。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县政府它是非常清醒的，它的国家利益就在于它要跟中国维护好这样一种良好的经贸关系。如果政治关系不好，一定会影响澳洲的这个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也一定会影响澳洲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认为工党政府它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它意识到了严重性，所以他不愿意再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把它和北约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去绑定。深圳卫视注意到，乌克兰危机依然是外媒关注此次北约峰会的焦点议题。瑞典今年加入了北约，因此这是北约新扩员后的首次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参会嘉宾之一。据外媒报道，北约将在峰会上批准成立一个独立的指挥机构，总部将设在德国威斯巴登。来自北约国家的数百名军事人员将在新机构中负责协调运送军事装备和培训乌克兰军队。北约还可能向基辅派遣1名文职官员，他将研究乌克兰在军事和非军事方面的需求。而斯托尔滕贝格在7号的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今年不会收到加入北约的直接邀请或路线图，但将获得2025年总额为400亿欧元的所谓实质性新援助计划。但外界留意到，这一数字并不如北约最初提出的1000亿美元的长期军援计划那么雄心勃勃。英国《金融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打折的援助计划也反映出北约延续对乌克兰支持的脆弱性。北约成员国的政治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是主因。根据法国国民议会选举最新结果，其右翼已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美国总统拜登正在面临退出大选的压力。特朗普此前曾威胁说，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将退出北约。而在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执政联盟依然十分脆弱。这些结构性变化破坏了北约将在成立75周年之际向乌克兰提供坚定支持的努力。此外，在援乌方面，北约内部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匈牙利总统欧尔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都对此明确持反对立场。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上月底也表示，拒绝率领该国代表团参加北约华盛顿峰会，原因就是他不同意看守内阁对北约峰会的框架立场中有关保加利亚要对俄乌冲突做出承诺的一些规定。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我预计在今后的几个月内，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调整自身对俄政策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压力。如果把乌克兰纳入北约的话，实际上是给自己增添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将遭受不断的削弱。北约峰会在华盛顿举行，那么今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议题呢？主持人好。一般来说呢，每一个国际性会议看点和议题总是密切关联的。这一次的北约峰会啊，是该组织成立75周年的一次聚会，但是呢，看点和议题却是分离的。这次峰会的议题呢，包括第一，乌克兰问题，北约如何援助乌克兰，给多少钱，会不会打折，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事有没有进展，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访问中俄以后带回了什么消息，北约怎么消化。第二，北约各国的国防预算能不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达不到要求的，何时能够达到？第三呢，中国议题，如何对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北约的战略关注是否应该转向亚太地区，转向中国？如何应对台海和南海问题？第四呢，与之关联的是北约如何对待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如何让所谓的印太4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北约体系中发挥作用，要不要建立亚洲版北约？第五，欧洲和亚太分属不同的地缘政治领域，美国呢凭借其地缘优势和超级大国地位，在2个区域间担当着桥梁作用。在美国势力无力顾及2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的时候，北约是否介入，从而呢把亚洲和欧洲2个地区在战略上连接起来？您提到今年峰会议题和看点是分离的，那么看点又有哪些呢？最近美欧发生了很多的事，北约面临的最紧要的事，似乎呢不是上面这些议题，而是能否维持好北约的团结和运作。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组织，更担心的
是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还会保卫欧洲吗？北约还能够运行如常吗？所以呢，这次北约峰会的看点有3个：一呢是美国总统拜登能否支撑3天的会议，会不会胡说八道，身体会不会出状况，会不会呢成为美国民主党逼他退选的最后一幕剧？因此呀，拜登采取的每一步，他做出的每一个手势，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受到严格的审查，成为北约峰会的最大看点。二是特朗普要是重返白宫，将如何对待北约？会不会呢像他所承诺的，在24小时内解决乌克兰问题？那么北约国家今后还怎样对待援乌抗俄？美国呢会不会把乌克兰包袱甩给欧洲？特朗普会不会就北约前途发生意见，就成为北约峰会的第2大看点。3呢是北约新任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将从10月1日起开始履行职务，他能够把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32个成员国能聚拢在一起吗？这次峰会上他怎么崭露头角？4是欧洲目前呢在政治上面临分裂风险，法国议会2次选举以后进入了悬浮状态，为极右党打开了发展壮大的门。德国的极右党势力上升，英国政府刚刚实现更替。大西洋两岸呢都存在着整体上的这个政治不确定气氛。那么在这种背景下讨论所设置的峰会议题还有意义吗？看点和议题相背离，决定了这次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成不了什么事，倒是成了决定欧美政治人物命运的戏台。北约峰会举行前，西方媒体称中国议题将是峰会主要议题之一，所以特邀所谓印太4国参加。那您认为他们所说的中国议题包括哪些内容呢？北约峰会所谓的中国议题大概呢包括4个方面：一是如何继续阻拦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他们认为呢，中国对俄进口的军民两用品提高了俄罗斯军工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精准度，虽然呢他们还拿不出证据。2是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对北约在亚洲的盟友，主要呢就是日韩澳新4国形成了安全威胁。北约是否加以扩大，建立亚洲版北约？3呢是南海、台海局势紧张，事关全球贸易和印太安全。北约峰会将讨论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以及朝鲜半岛问题。4呢是欧洲区域和亚太2个战略区域是否合二为一，来应对中国的崛起。总之呢，北约峰会的中国议题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对欧洲都有安全威胁。也因此，北约峰会邀请所谓的印太4国参加，也就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4个国家呢，已经与北约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发生以后，一直呢在参加北约峰会。但是呢，我们刚说了，这次峰会的议题和看点是分离的，估计放一阵嘴炮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澳大利亚总理呢都干脆不参加峰会，要看北约对中国的制约，就要看北约会不会设立亚洲办事处。以前说呢要在东京设立，但是后来呢没有下文了。这次峰会呢也不会有东京设立办事处的安排。所以说呀，除了在舆论上抹黑和扭曲中国形象，这次北约峰会呢对中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日本首相接受路透社的书面采访说，世界呢不应该容忍一些国家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矛头呢指向了中国，但是呢不敢提中国的名字，说明北约峰会的中国议题就是说说而已，不可能有具体的结果。要不呀，岸田文雄早就要炸呼了。北约峰会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韩国总统尹锡悦连续第3年受邀出席。韩国总统办公室当天表示，韩方正在推进尹锡悦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日本等10国以上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的事宜。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统一外交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文正仁近日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批评尹锡悦政府积极向北约靠拢的做法。在他看来，东北亚地区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来看报道。첫 번째 마드리드 나토 정상회담 참석을 계기로 해서 지금 2번째, 3번째 참여를 하고 있는데, 제가 알기에 1차적인 목적은 사실 우크라이나에 대한 지원을 모색하는 것을 위해서 만들었다고 생각이 되는데, 최근에 와서는 이제 나토와의 긴밀한 협력, 나토가 외연을 확장해서 동북아 쪽으로도 또는 아시아 태평양, 인도 태평양 쪽으로도
그 영향력을 확대하려고 하는 것 아니냐. 韩国总统尹锡悦9号高调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成为韩国首个连续3年参加峰会的总统，并将与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亚太国家代表共同参与10号和11号的会谈。对此，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特别顾问文正仁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批评，尹锡悦政府积极向北约靠拢，只是引狼入室。北约不是东亚的，尽管他有着亚太化的想法，但这并不现实。 왜냐하면 나토라고 하는 게 유럽의 방위를 위해서 존재하는 거거든요. 나토가 아시아로 그 세력을 뻗친다는 게 쉽지는 않을 겁니다. 특히 지금 우크라이나 사태를 계기로 해서 그렇기 때문에 그런 우려는 있지만 그 실현 가능성은 상당히 적다고 봅니다. 尹锡悦上台以来，不断强化美韩同盟，并配合美国打造美日韩军事同盟。三国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戴维营聚首秀恩爱，引发韩国舆论批评，认为此举是一场危险的赌博。但今时不同往日，尹锡悦这次前往美国，由于美国总统拜登忙于选举，原本计划中的美韩、日韩、美日韩首脑会談可能都要泡汤。 그 선거 방향이 한미 관계에 대한 어떤 영향을 미칠 것이라고 보이지네요. 핵 문제 미 무역 정책에 대해 각 대선 후보들이 주장하는 정책이 양국 관계에 미칠 영향에 대해 어떻게 생각하시나요? 바이든 대통령이 재선이 되면은 지금 하고 있는 미국의 정책에 변화는 없을 겁니다. 미국은 계속 동맹을 강조할 것이고, 그리고 미국은 동맹과 우방 국가들이 협력을 해서 국제사회를 주도해 나가려고 하는 전략을 펼 것이고, 한국은 거기에 적극적으로 동참을 할 겁니다. 그리고 북한에 대해서 정책을 바뀔 것도 없다고 생각이 됩니다. 文正仁分析，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在外交政策上可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美韩同盟大概率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其中关键的一点是，美方将要求韩方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 그런 점에서 보면은 한미 동맹에는 상당히 많은 마찰음이 들릴 것이다. 그리고 북한에 대해서는 아직은 모르겠지만은 트럼프 대통령의 과거 행태로 봐서는 북한의 김정은 위원장하고 정상회담을 할 가능성이 상당히 크다고 보겠죠. 그럴 경우에 한국 정부는 상당히 어려움에 처하게 될 겁니다. 就在赴美出席北约峰会前夕，尹锡悦接受外媒访问时，还就朝鲜和俄罗斯走近放狠话，不仅对俄罗斯近期不断加强同朝鲜军事合作发出直接警告，还敦促俄方必须在朝韩之间2选1。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坚持与朝韩等地区内所有国家形成良好关系的立场。 但颇为双标的是，韩国上月却与美日一同展开为期3天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朝鲜对此严厉警告三国，勿在其周边搞亚太版北约。文正仁也认为，这样的联合军演势必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만약 한미일 3국의 공동 군사 훈련의 빈도와 강도가 높아지면은 북한 같은 경우는 러시아하고 공동 군사 연습과 훈련을 할 가능성을 배제할 수는 없겠죠. 전략적 안정을 구축하고 그리고 불필요한 긴장을 고조하는 그런 행위들은 삼가는 것이 이 지역 모든 국가와 사람들을 위해서 바람직한 것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9.19 남북 군사 합의 그 훈련 정체 중단기라는 그 안거기 통과하고 그 남북은 날로 그 긴장감이 고조되고 있습니다. 그 최근 그 자주 출몰하는 북오물 봉서 사프 사건을 통한 그 비정상적衝突이 남북 관계에 대한 어떤 영향을 미친 것으로 보시나요? 걱정되는 것은 이런 식으로 서로 풍선을 주고받는 것이 군사적 충돌로까지도 발전할 수 있는 것 아니냐. 그렇다라고 하면은 한반도에 정말 어려운 상황으로 갈 수가 있다. 그러니까 이런 걸 막아야 된다. 그러나 이제 문제점은 뭐 앵커께서도 지적을 했습니다만은 지금 남북 군사 합의서도 쌍방이 무효화시켰고 그렇게 남북 간 사이에 호트라인이 존재하지 않는 상태에서 군사적 충돌이 포함이 되는 그런 우발적 상황이 발생했을 때 이것을 예방하고
통제 관리할 수 있는 시스템이 지금 존재하지 않아요. 그렇다고 하면 이게 군사적 충돌로 에스컬레이션, 확전될 가능성도 있기 때문에 많은 분들이 지금 걱정을 하고 있습니다. 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及乌克兰危机等事宜。而有关两人此前一天的非正式会谈细节也进一步披露，包括普京开电动车带莫迪在私人官邸兜风。在美西方紧盯之下，俄印如何进一步深化合作？来看分析。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会谈。普京表示，俄印关系是特殊且受优待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有着长久的友谊，几十年来一直发展着良好的关系。普京还表示，2024年第一季度俄印贸易额增长20%。他还感谢莫迪对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关注。 普京邀请莫迪参加今年10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莫迪则称普京为亲爱的好友，感谢他的盛情款待。莫迪表示，印度愿意就乌克兰问题提供任何援助。莫迪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会谈涵盖了俄印在贸易、商业、安全、农业、技术和创新等领域的合作。莫迪当天行程也相当丰富，包括参加印度社区活动、观看俄罗斯学生的文化表演、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和参观俄国家原子能公司有关展馆等。 深圳卫视注意到，多家印媒都对莫迪本次访问的行程进行不同形式的直播。印度教徒报在报道中提到，莫迪当日还在克里姆林宫获颁圣安德鲁使徒勋章，这是俄罗斯最高平民荣誉，以表彰他为发展俄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的杰出贡献。莫迪还透露，印度将在喀山和叶卡捷琳堡新设2个领事馆。 报道还提到，莫迪将俄罗斯描述为印度的全天候朋友。实际上呢，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已经维持了很多年的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呢，都已经中断了。这一次他特意到这个俄罗斯去呢，应当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措施。 这显示出呢，就是说呢，印度莫迪政府呢，现在在外交上呢，它可能是有一些要显身手的地方，要向西方呢显示出呢印度的一个独立外交的姿态，同时呢，也希望呢来提高印度呢在这个国际外交的舞台上的这种地位。外界高度关注莫迪8号抵达莫斯科后的一系列非正式行程。他先是参访了普京位于莫斯科市郊新奥加辽沃的庄园，普京在门口迎接，并称莫迪为亲爱的朋友，双方拥抱握手。 气氛融洽。随后，普京亲自驾驶电动摆渡车，带着莫迪游览总统官邸。佩斯科夫还告诉媒体，普京平常也会在总统官邸内自驾兜风。近日，俄罗斯的报道中提到，普京和莫迪在花园散步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与克里姆林宫不同，新奥加辽沃不对公众开放。俄媒称，这是俄总统官邸花园首次曝光。 在这场非正式会谈中，普京为莫迪提供了丰富的茶歇，包括新鲜水果、干果和甜点。两人在露天花园中相谈甚欢。普京没有打领带，穿着西服和白衬衫，显得很随性。现场也只有2名翻译。克里姆林宫称，双方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非正式会谈，内容非常丰富。 在享用下午茶后，普京还邀请莫迪参观他的私人马厩，两人一同观看马术表演。普京还亲自为莫迪示范如何喂马，两人随后共进晚餐。深圳卫视注意到，莫迪此访期间在社交媒体发布动态时，还特意用俄、英双语各发布1次，凸显对俄方的重视。 莫迪这个安排呢是很特殊的，因为上个星期呢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的元首理事会呢，他呢就没有告缺，派了个外长去应付了一下，然后自己特意呢到莫斯科去进行了一次访问呢，确实是非常特别，显示出呢印度呢在对待俄罗斯的外交方面呢是非常用心思的。 俄印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苏联和印度当时建立了国防和贸易战略伙伴关系。在过去20年里，莫斯科为印度提供了65%的武器采购，总额超过600亿美元。印度商务部的数据则显示，去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近6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不过，在出行前，莫迪曾表示，减少贸易失衡将是其与普京讨论的优先事项。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今年5月的一次工业会议上表示，随着俄罗斯转向东方，新的经济机遇正在出现，印俄的贸易激增和新的合作领域不应被视为暂时现象。俄乌冲突以后呢，当然印度也不敢太得罪西方，同时呢，他当然仍然俄罗斯作为他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呢，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往来呢，占了很大的便宜。印度的脚踩2只船的这个措施呢，发挥了印度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不过，莫迪此访招致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强烈不满。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莫迪，并称非常失望，是对和平的打击。外界注意到，在近期于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不仅莫迪没去，印度代表也没有签署联合公报。而在西方对俄石油实施制裁之际，印度对俄石油的采购行为也备受西方指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当地时间8号对记者表示，美国已就俄印关系向印度表示担忧。米勒称，美方将关注莫迪总理的公开言论，看看他谈论了什么。印度它在美俄之间的关系上，它一直是试图走一个中间道路，而它是两边都不得罪，是吧？既希望于美国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一些地缘战略的目标，同时也不希望这个因此而跟俄罗斯形成一个敌对的关系。所以现在这个莫迪不断地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压力，要求他减少甚至中断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但是从莫迪考虑到的印度利益来讲，他很难中断跟俄罗斯的这种合作性的关系。对于印度总理莫迪访俄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规格接待一事，您怎么看呢？确实，从普京派出第1副总理到机场为莫迪接机，到邀请莫迪前往自己的官邸，甚至是亲自驾车带领莫迪浏览自己的官邸花园，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出啊，普京这次对莫迪的接待规格不仅是史无前例的，更是费尽了心机的。当然了，对于印俄关系，印度方面这次也是下了重注的。莫迪不仅打破了印度总理在就职之后往往将外访的首站放在南亚邻国，以显示对地缘政治关系非常重视这一行之有年的惯例。而且莫迪是在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喊打喊杀的逆风环境下，顶着巨大的压力前往莫斯科访问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是金砖国家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同时外界也一直认为印俄2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普京最近一次访问印度还是在3年之前，而莫迪上次到访俄罗斯还是在5年之前，而且还只是到弗拉迪沃斯克参加了俄方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连莫斯科都没有顺道去访问一下。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印俄关系的突然走近？我注意到，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印度自身的媒体，都认为莫迪这次访俄是要用印俄关系来平衡中俄关系。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原本中俄印基本上是一对等边三角形关系，而且中俄印发展等边形三角形关系的初衷也是为了反制西方国家的遏制与围堵。然而近年来，由于中印在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频频产生摩擦，导致中印关系发展遇到了障碍，于是印度就希望将原本处于等边三角形关系状态下的中俄印三角关系打造成为中俄和印俄这2条边相等且相对较长，中印这条边则相对较短的等腰三角形关系。另外一个方面，这是因为跟美国在北约与7国集团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不同，无论是在金砖国家还是在上合组织中，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要稍强于印度与俄罗斯，但并没有强到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印俄2国都认为这2个国家关系的进一步走近，可以提高其在金砖国家与上合组织中的地位，或者至少起到某种平衡作用。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在周2的正式会谈中集中讨论了经济议题。那对此您又怎么分析？确实，在中俄印这一对三角关系当中，由于3方之间既不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更谈不上是军事同盟关系，
因此，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跟俄罗斯发展关系的时候，都将重心放在了经济上，这是非常务实也非常合理的。不过，在中俄印三边的经贸关系当中，中俄经贸关系要远远比印俄经贸关系要来得更加扎实与稳健，因为前者的经贸关系不仅是相对平衡的，而且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互补性的，也就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能源，中国向俄罗斯出口轻工业产品，而印俄经贸关系这是处于畸形与不平衡状态的。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主要是俄罗斯向印度出口武器为主，向印度出口能源为辅，尤其是俄罗斯是最舍得也最放心向印度出口其最为先进的武器的，这就使得印度进口的武器当中有超过1/3以上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相反，印度向俄罗斯的出口量则少得可怜，双方经贸关系处于极度不平衡的逆差状态。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则让印俄经贸关系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也就是由于俄罗斯生产的武器已经满足不了自身的需要，导致印俄武器贸易额急剧下降，而且再加上印度对俄罗斯的武器质量和信心大为下降，这一下降趋势还将会是不可逆的。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印俄之间的石油贸易量出现了爆发式的上升。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西方集体对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实施严厉制裁的大背景下，俄罗斯迫切需要向印度出卖能源，来养活处于轴军建筑状态下的战时经济，为此甚至不惜以超低价格向印度倾销能源产品。另外一方面，印度除了大量进口俄罗斯的超低价能源来满足自身需要之外，还大发俄罗斯的国难财，做起了坐地起价的国际倒爷，转手就将俄罗斯的低价能源以高价格卖给了欧美国家。那么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近年来印俄经贸关系异常的热闹，但是这种经贸关系不仅是不健康的，而且还是临时性和不可持续的。一旦俄乌冲突结束，西方解除了对俄罗斯的能源禁运，印俄之间的这种能源贸易就将难以继续维持下去。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印度想用印俄关系来制衡中俄关系，或者说想将中俄印等边三角形关系打造成为等腰三角形关系的经济基础，其实是并不牢靠的。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说，白宫对莫迪在俄乌冲突之际访问莫斯科，以及对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深感关注。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其实，美国国务院新发言人的这个表态，虽然流露出了非常明显的不满情绪，但是相较于早前回应越南接待普京总统来访时候的表态，已经算是非常客气了。在普京访问越南的时候，美国驻河内大使馆发言人是这样说的。他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给普京提供一个宣扬其侵略战争的平台，否则就会让他的暴行正常化。而在我看来，美国之所以会对越南和印度感到不满，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印度与越南既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反俄统一阵线的重要国家，也是美国构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其中，印度已经是印太战略的重要成员，同时还加入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而越南这是美国撬动东南亚国家加入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因此，这是越南和印度不打招呼就亲近俄罗斯，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的反俄统一战线，以及在印太地区构建的反华包围圈，已经双双出现了缺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在拉拢印度和越南方面可谓是下了血本的，甚至连只向盟友出售的武器都开始逐渐对这两个国家解禁了。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越南不仅没有谴责俄罗斯，而且跟俄罗斯保持了正常的经贸交往，尤其是武器贸易交往。而印度这更是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左右摇摆，两边通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养不清印度与越南？我认为根源还在于东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不一样，以及因此而导致了双方的外交理念与外交策略不一样。
跟传统的西方国家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不同，传统的东方国家，包括已经实行了西方式政治制度的印度，他们在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上秉持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思维，也就是在处理外交关系时，一切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导向，并且根据不同的形势和时机来进行权变。这就是拜登政府近年来一举起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外交的大旗，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会自动归队的原因。而在印太地区，除了在2战期间被美国驯服了的日本，在仇核问题上有求于美国的韩国，以及曾经被美国殖民过并在南海问题上需要美国保护的菲律宾等国家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国家会死心塌地地跟随美国。我相信最近印度与越南的亲俄态度，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痛彻心扉的现实教育，并使得他们在构筑印太战略时，不得不对这些国家开始另眼相看。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重磅报告指，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已严重损害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首都公开的仁爱礁西湖景色影像也显示，该舰周边海域已出现鹿角珊瑚死亡现象，水下还散布废弃渔网、鱼线及各类垃圾。那么，中方还掌握了哪些实锤证据？为何此时发布该报告？来看报道。2024年4月，我们派出专业科考队伍，在仁爱礁设置18个调查站位，开展珊瑚群落、礁栖生物、生境、人类活动等4大类75项要素调查，并与卫星遥感调查结果进行比对。8号下午，自然资源部发布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首次全面系统评估了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并深入分析了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原因。报告显示，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周边仁爱礁礁坪和西湖泊区域造礁石珊瑚覆盖面积下降明显，军舰附近存在大量珊瑚礁碎块和死亡的珊瑚，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群结构严重失衡。此外，礁区海水中重金属、油类、活性磷酸盐含量明显高于历史记录，在礁区散布有渔网等各类人为弃置物。军舰在坐滩过程中对礁旁产生剧烈撞击、切割和摩擦，致使船舶搁浅轨迹区内珊瑚礁和大型底栖生物遭到毁灭性破坏，形成的大量珊瑚碎块在船体周边堆积。一般来说，导致珊瑚礁生态系统受损的主要原因有气候变化、台风破坏、敌害生物和人类活动。然而，1999年以来，仁爱礁海域没有破坏性台风和大规模的珊瑚白化，现场也未发现敌害生物爆发的痕迹，因此马德雷山号就是造成破坏的罪魁祸首。马德雷山号系美军在2战期间建造，在太平洋战争、越南战争等战场活动后，于越战结束时移交菲律宾。有海洋问题专家指出，这种2战期间建造、冷战时期不断维护的舰船，在喷涂船漆、控制排污等方面还处在非常早期和落后的阶段，几乎没有考虑环保要求。只有菲律宾将非法坐滩军舰清走、清除污染源，才能避免继续对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持续性和累积性危害。此次报告调查结果公布之后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国际社会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菲律宾在仁爱礁地区的这样的一种行动造成的这种破坏和负面的这种影响。那么这个菲方的这种在下一阶段采取的更多的这种挑衅行动，也势必会遭到国际舆论更多的这种批评和指责。面对确凿证据，菲律宾方面却死鸭子嘴硬，甚至倒打一耙将脏水泼向中国。菲律宾南海特别行动组9号发表声明称，要对南海珊瑚礁被破坏的原因进行独立的第三方海洋科学评估。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利尼达也曾表示，无论中方说什么，菲律宾都会对马德雷山号进行必要的维修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菲律宾的坐滩军舰呢开始闯入仁爱礁海域以来的话呢，菲律宾近些年呢也不停的通过这种所谓加固整个军舰的方式呢，企图造成这种既定事实，那么企图强占整个仁爱礁。那么中方呢也一直
通过各种的渠道呢，与菲方保持密切的磋商和沟通，同时针对这个菲方的挑衅行为呢，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这样的反制的这种行动。外界注意到，菲方的抵赖苍白无力。9号，中方连续发布多段视频，有图有真相的例证，对南海海洋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破坏的是菲律宾。环球时报首度公开近日在现场拍摄的仁爱礁西湖景色影像，画面显示，在仁爱礁西湖内，远离非法坐滩军舰的区域则海水清澈，海底生态环境良好。然而，非法坐滩军舰周边海域已经出现了鹿角珊瑚死亡的现象。当天稍晚，人民日报客户端也公布了一段1分半的现场视频，画面可见，中方调查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时，遭到菲方2艘橡皮艇近距离干扰，不仅始终在周围游弋，还伺机做出危险驾驶等行为，企图迫使中方停止作业。注意！往后荡！见无机可乘，菲方又采取水下探视方式监视中方作业。我们在附近调查的时候，看到军舰锈蚀得特别严重。我们潜水下潜调查的时候，感觉菲方人员非常紧张，出动很多人不停干扰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中菲双方上周在马尼拉召开双边会议，同意缓和南海紧张局势，但菲律宾方面仍没有停止挑衅行动。观察指出，中方在这个时间点发布生态报告，就是为了回击菲律宾对中国在仁爱礁行动的抹黑。很明确的就是它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的这个和平与稳定的这个态势。那么这也使得整个中菲关系呢，近些年来出现了这个急转直下的这个势头。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当前的这个南海地区的这个海域的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呢，是当前这个域内这个国家都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和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义务。那么其实在这个领域的话呢，各方还是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空间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菲方应该尽早的回到这个谈判对话的轨道上来，那么尽早的这个推动整个这个中菲之间关系呢止跌企稳。面对民主党内部与日俱增的换人参选压力，美国总统拜登重申绝不退选。但雪上加霜的是，一名治疗帕金森症的顶级专家被曝8度进入白宫，与拜登的私人医生会面，这加剧了外界对拜登健康状况的质疑。拜登当地时间8号致信国会民主党领袖说，他不会退出大选，党内分化的闹剧应该结束了，并呼吁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击败特朗普。在美媒一档早间新闻中，拜登直言，民主党内认为他应该退选的人，可以在下个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挑战他的参选资格。I'm getting so frustrated by the elites. But any of these guys don't think I should run against me. Go ahead, announce the president. Challenge me at the convention. 因拜登在与特朗普首轮电视辩论中表现糟糕，美国已有5名民主党议员公开要求拜登退选。美媒称，众议院内正流传一封要求拜登退选的联署信。尽管换掉拜登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可操作性非常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卡马克表示，其实民主党没有 B 计划，因为拜登在今年竞选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几乎没有对手。路透社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即使拜登不参选，其他民主党人也不见得比他好。唯一能在民调中战胜特朗普的民主党人，只有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此外，和特朗普差距最小的是副总统哈里斯，仅落后特朗普1个百分点。目前民调结果也显示，81%的民主党选民对哈里斯持正面看法，超过拜登的78%。不过，在民调中能够和特朗普交锋的民主党潜在候选人，还没有一个宣布参选。拜登其实是代表着一个比较统合的一个民主党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人物。现在目前党内其实看不到，民主党内是看不到，第二个能够像拜登能够既拉拢到民主党左翼选民，又能把中间选民给拉拢的一个候选人。拜登是否身体健康是美国这次总统选举最为关注的焦点。美媒爆料称，白宫的访客记录显示，华盛顿一位顶级的神经科医生在白宫与拜登的私人医生进行了会面，而这名专家自去年以来已是8度进入白宫，这也让正处在退选热议中的拜登又遭受重大舆论打击。对于拜登是否正接受帕金森症治疗，白宫新闻秘书予以否认，甚至与记者爆发激烈争论。Times or at least once
in regards to the president wait, specifically. Hold on a second. That much you should be able to answer by this point. Wait, no. Reporting about it. No, wait a minute. Ed, please. A little respect here, please. So every year, around the president's physical examination, he sees a neurologist. That's 3 times, right? So I am telling you that he has seen a neurologist 3 times while he has been in this presidency. Is the president being treated for Parkinson's? No. Is he being treated for Parkinson's? No, he's not. Is he taking medication for Parkinson's? No. So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I can give you full-blown answers on. 此前，外界还曾怀疑拜登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但也遭到白宫否认。I'm going to ask something delicate, and you may not like it. The president may not like to hear it if he's watching, but 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need to get a yes or no answer on this. Does President Biden, at 81 years old, have Alzheimer's, any form of dementia, or degenerative illness? I have an answer for you. Are you ready for it? Yes. It's a no. 5号，拜登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知名主播斯蒂芬·诺普洛斯的专访。在被问到是否进行了特定的认知测试时，拜登表示，他的工作已证明他足以胜任，并不需要再接受任何认知测试。I know your doctor said he consulted with a neurologist. I guess I'm asking a slightly different question. Have you had the specific cognitive tests, and have you had a neurologist, a specialist, do an examination? No, no one said I had to. No one said. They said I'm good.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undergo an independent medical evaluation that included neurological and cognitive tests and release the resul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Look, I have a cognitive test every single day. Every day I have that test. Everything I do. You know, not only am I campaigning, but I'm running the world. And that's not how it sounds like hyperbole. But we are the essential nation in the world. Madeleine Albright was right. 而就在2天后，拜登又在一场公开活动中出现了长达数秒的神游状态。不少媒体称，他看起来茫然且困惑。随后，在发言时，拜登又再次发生口齿不清、发言逻辑混乱的状况。在主持人要求大家集体起立时，拜登不仅没有立即起身，还面带困惑，并四处张望。Stand together, oh, at the cross, at the cross. 美联社还爆出，在首场电视辩论后，拜登接受了对选举来说相当关键的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2名电台主持人的采访。当时有舆论形容拜登表现上佳，然而2名主持人最新爆料称，拜登的竞选团队提前准备了问题。妹妹称，这或许意味着拜登的团队对其真实的认知能力心知肚明。即便如此，拜登仍强调自己有能力继续工作。81岁的他不太老。Folks.I know with every fiber of my being, I know I won't look like I'm 40 years old, but I've been around a little bit. Well, all kidding aside, you know, I've been doing this a long time.